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在太平洋里有一个神秘的小岛，叫做兰马多尔。它离中国大陆呢有4600多公里远，离美洲大陆有9000公里，离澳大利亚也有2500多公里。但是这里竟然有一个耗费了7.5亿吨巨石修建的海上神殿。谁修建了它？什么时候修建的？石材是怎么搬运过来的？怎么加工成条状的？海面以下的神殿规模还有多大？神殿的用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有人说它至少已经12000岁了，是某个失落的海洋文明修建的它。有人说它是母大陆沉没的遗址，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1/1000，海底还有无数的奇迹。科学家们计算过，小岛如果住满人，大概能住2000人。如果其中1000人都参与到工程建筑，完成这个神殿，至少需要1600年。科学家还发现，这些巨石都带有磁场，指南针靠近巨石就会失灵。这种给巨石充磁的技术，现代人都难以实现，那古人是如何做到的呢？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没有人说得清楚。当地有一个传说，说是这座神殿原先有999个小庙宇，住着999位女神。几万年以前，这些女神会在月圆的夜晚挑选过往的船只，相中某个威武的小伙，然后化身成一个美丽的少女，走出神殿，住进小伙的船里，跟着小伙消失在海面上。很久以后，小伙的子孙又会像他的祖先一样，跟着这个传说来到神殿的附近，等着一位女神化身成软妹子，住进他的小船。最后，女神全部变成了人，神殿失去了神力的保护，潮汐乱了，风暴来了，食物没了，水源也被污染了，神殿沉入了海底，只留下现在这些大石头。科学家听完这个传说以后，突然想起了北欧众神，原来远在南太平洋竟然也有这种诸神黄昏的故事。神最终变成了人，失去了神力，而人开始向往神力，不断的发展科技，把自己变成神。接着科学家们锁定了这个传说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女人。也许这背后就隐藏着史前密码。果然，科学家在250公里的另一座小岛上找到了一些线索，我们继续看。时间回到1996年，著名的脑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登上了平格拉普岛。这座小岛也有一个传说，传说平格拉普岛受到过诅咒，这里的居民无法在白天出门，捕鱼、采果子、晒衣服这些基本生活都只能在夜晚进行。19世纪登上小岛的探险家们还发现，这里的居民竟然全部是色盲，眼睛中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他们的眼睛中缺少视锥细胞，无法看见颜色，也导致他们无法在强光下活动。当奥利弗登上小岛的时候，小岛上依旧有30%的居民是全色盲，而在美国，全色盲的比例只有33000分之一。为什么这里的居民全色盲比例会这么高呢？在外人看来，平格拉普简直就是一个色彩天堂，而当地的居民什么都看不到，他们只能在深夜出海捕鱼，举起火把，海里的飞鱼就会游过来。这个时候，他们眼睛反而能看清水面下面那些反射着微光的飞鱼，然后直接用鱼叉或者渔网将飞鱼打捞上船。他们跟奥利弗说，原先来这里的科学家说过，岛上的水源当中有细菌，外人喝了会生病，所以他们摘了很多香蕉和椰子来款待奥利弗。但奥利弗发现，他们好像不太会分辨香蕉的生熟，比如一根没有成熟的青香蕉和一根成熟了的淡黄色香蕉，在他们眼里是一个颜色。那个神秘的诅咒是来源于水里的病菌吗？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很多人天生就是色盲。不久以后，奥利弗找到了破解色盲岛诅咒的一条新线索。时间回到1273年，鲁道夫·冯·哈布斯堡加冕德意志国王。他本来应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贵族，但幸运的是，他有6个天仙一样的女儿。鲁道夫把他的6个女儿嫁到了欧洲各大皇室，成了王后。而这些王后的子孙呢，很快又成了新的国王。不久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信了哈布斯堡，奥地利的国王信了哈布斯堡，德意志的国王也信了哈布斯堡，匈牙利、波西米亚、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南斯拉夫，甚至是墨西哥的皇帝都信了哈布斯堡。这就是欧洲历史上最强势的哈布斯堡王朝。鲁道夫当年跟他们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
让别人去打仗吧，你去结婚。战神马尔斯给别人的东西，爱神维纳斯也同样可以给你。但是很快，哈布斯堡王朝就衰落了。传说这个原因也是跟一条诅咒有关。这条哈布斯堡诅咒让那些天仙女儿的子孙们很快就变成了画师杀手。欧洲的宫廷画师们简直太懒了，又得写诗，又得把丑八怪画成高富帅，你还是杀了我吧。今天我们从这些画像中依然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有姓哈布斯堡的国王们都有一个蛇精下巴，准确的说，这叫做下颚前凸综合症，俗称地包天。正常人的发病概率大概只有1%，但是这种地包天的下巴却成了欧洲中世纪标准的王族气质，史称哈布斯堡下巴。曾经有一个西班牙农民见到国王查理五世的时候，双膝跪下，虔诚地说：“陛下，请您赶快把嘴闭上吧，村里的苍蝇可不好吃。”查理五世虽然地包天，嘴都闭不上，但起码威严在线，开启了西班牙的日不落帝国时代。但到了他孙子的孙子卡洛斯2世的时候，诅咒的影响就不仅仅是颜值这个问题了，他被称为被诅咒的附魔者。4岁了还不会走路，直到8岁才开口说话。他的舌头异常的肿胀，几乎塞满了整个口腔，一开口说话了，口水就会不停的往下流。他的哈布斯堡下巴简直是王族气质爆表，直接导致他上下牙根本没法合上，连咀嚼食物都成了问题。30岁就已经老态龙钟，驼背，骨质疏松，尿血，结过2次婚。据说他的第一任妻子见到他的真容的时候，直接被吓得晕死了过去。当时的巫医都认为他是被诅咒了，甚至给他开出了奇怪的药方，那就是每天晚上需要在一张特殊的床上睡觉，这张床上居住着他父亲的阴魂，其实也就是他父亲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巫医说，只有在这张床上，他才有可能为哈布斯堡王族再生下一个后代。但最终他38岁去世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子女。负责尸检的医官在报告中写道，全身没有一滴血，心脏细小的像一颗黑胡椒，肺部遭到侵蚀，肠道穿孔，只有一个睾丸，黑得像煤一样，脑子里全是脑积水。后来的欧洲人都说，哈布斯堡的诅咒是因为他们当年鲁道夫老爷子的那句话惹怒了维纳斯。他们家族几百年以内都严格遵守着老爷子当年的祖训，坚持内部通婚，亲上加亲。比如那个可怜的附魔者卡洛斯2世，他的母亲也是他父亲的子女，他的奶奶也是他的姨妈。在这几百年里，哈布斯堡家族的子嗣死亡率飙升到80%，王室的人数锐减。卡洛斯2世是好不容易活下来的继承人，但最后诅咒让他成了哈布斯堡血脉的终结者。奥利弗认为，色盲岛的诅咒其实和哈布斯堡的诅咒是同一个东西，这个诅咒来自基因，叫做近亲繁殖。果然，奥利弗从历史文献上查到，1775年色盲岛发生过一场大海啸，据说当时只有国王1人和另外20个居民存活了下来。奥利弗推测，这21个人在之后的100多年里成了岛上所有居民的祖先。也就是说，这21个人当中，姑姑也是姨妈，子女成为老婆的故事天天在发生。是近亲繁殖让他们失去了眼睛中的视锥细胞，变成了一座色盲岛。后来考古学家证实了奥利弗的推测，他们检测了当初那位国王的遗骸，发现他的染色体上果然有半条隐性的全色盲基因。这半条隐性基因会传给他的近亲，如果他的近亲再和近亲产生近亲，于是2条隐性基因配对就变成了显性遗传，这个不幸的后代就成了全色盲。然后这个不幸的后代再重复上面的过程，用不了几代人，整个岛上的居民都变成了全色盲。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近亲繁殖的原因，因为这是一条来自基因的诅咒，无法破解。想想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他们那些神力会不会也是因为近亲繁殖而消失的呢？如果全人类都消失了，只剩下色盲岛的居民，那他们的传说当中会不会也有21个天神拥有超能力，能够看到一种叫做颜色的东西，还能够在白天看见世界？科学家们都知道这条基因诅咒的厉害，所以改造火星才成了马斯克能够从顶级富豪那里融资的完美故事。
但是要延续人类，为什么不从保护地球做起，非得去折腾火星呢？因为科学家们还提出过一个东西，叫做末日时钟。时间回到1945年8月，参与曼哈顿计划的顶级科学家们拽紧了拳头，他们不知道即将爆破的原子弹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1周以后，2颗原子弹分别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科学家们看到了一个可以毁灭人类的恶魔被自己从笼子里放了出来。2年以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了末日时钟，同时把1947年定为距离末日还有7分钟的午夜11点53分。科学家们认为人类毁灭不可避免，如果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1天24小时，那么1947年我们离灭绝只有7分钟。然后每一年科学家们都会根据情况调整时钟。1991年是我们离末日最远的时候，还有17分钟。2020年是我们离末日最近的时候，只剩下100秒。这个末日可能是因为小行星撞击、核爆炸、极端气候、生化危机等等等等。总之，科学家们认为人类这个物种和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区别，我们的基因全部装在地球这一个篮子里面。当这个篮子破了，鸡蛋就会全部打破。也不是说人类一个都不剩下，而是人类的数量突然减少到一个无法维系物种正常繁衍的数量，比如2万人以下。这2万人即使熬过了极端情况，那么在新的世界里，他们也会因为近亲繁殖而逐渐灭亡。所以人类这个鸡蛋最好是在其他的篮子里也再多放几个。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火星。在科学家的构想当中，第一步是在火星为人类留下备份，第二步是前往4.2光年以外的比邻星，那里恰好有一颗和地球差不多的行星。1977年，科学家们发射的旅行者1号就是朝着这个比邻星的方向在飞行。现在它已经飞出了222亿公里，还为人类传回了一张地球的照片，暗淡蓝点。但是这222亿公里也只是4.2光年路程的1800分之一。预计到2036年，它的电池将耗尽，人类将永远和它失去联系。可能在7.7万年以后，旅行者1号会到达比邻星，见到那颗地球的孪生兄弟。真希望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在那颗星球上等着它，但也许人类永远不可能再见到它。人类或者说智人是个年轻的物种，10多万年前突然出现在世界各地，1万多年前突然定居下来变成了农民，100多年前突然科学开始突飞猛进。我们是否真的能在12点到来之前找到延续自己的新家园呢？科学家们很悲观，他们认为智人的上一个表兄尼安德特人就是因为在末日中击穿了种群规模的最小值，最终在近亲繁殖中被消灭。智人虽然暂时过了近亲繁殖这一关，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一关我们又过不过得了呢？故事回到最开始南马多尔那个巨石神殿和那个女神传说，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末日朋克的宏伟故事。上一波地球的人类遭受了末日时钟的袭击，一瞬间种群数量下降到了难以维持繁衍的危险数量。废土上的幸存者们发现，除了粮食和水源，原来基因也变成了生存的必须资源，而这个基因资源正是外族女人。但是废土上哪里还有外族女人呢？几个小家庭变成了大家族，大家族在废土上找不到女人，就只能内部通婚。一代又一代人以后，祖先的文明和记忆都已经被遗忘，人类已经和动物一样在废土上苟活。难道人类这个物种真的就要在废土上消亡了吗？就在这个时候，上一波人类的星际备份赶回了地球，他们还有高科技，他们也还有最珍贵的资源——基因。于是他们从女神变成了软妹子，在废土上找到那些蒙汉子，用基因挽救地球人类。而地球人类则把他们当成诸神，说他们是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族，居住在海洋神殿里的女神，居住在华胥国中的兄妹，是他们教会了人类重新创造文明的必要科技。也许当我们的科技重新发展到能够星际殖民的时候，会有另一批长得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外星人类出现在我们面前，
告诉我们整个星际辈分的故事，同时也让我们做好准备，在需要的时刻，请携带着基因穿越星际，去救援另一个兄弟。因为只要人类的肉身还在，我们就无法打破这条来自基因的诅咒。到了末日的废土之上，我们必须靠外来的基因存活。同样，如果拒绝外来基因，开始近亲繁殖，诅咒也会迅速降临，将这个家族从地球上残忍地抹掉。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成功地把半节初中生物课讲成了一篇末日科幻。